盆景树桩采桩的最佳季节在春季，休米期过后，树桩的活力最强，生长最快。这个朴树裁剪1个星期开始萌芽，3个月左右枝干进入半木质化，就可以对它进行第一次修剪定植。对树桩定植，在半木质化最好，枝条容易定位，而且枝干定型的时间比较短。需要增粗的枝条，定好出枝方向，继续蓄养。4个月后，主干明显增粗，这个新蓄养的主干过渡基本形成。把它剪短，进行第2次定植。剪短截留，在枝干上逼出芽来。有一点要注意，在剪枝前1个星期左右施肥，这样出芽会更快、更健壮。剪枝的长度多留1/3。6个月后，新的枝条形成，进行第3次定植。依据树桩所造的型，剪掉多余的枝。到这个时候，整个树桩进入秋季枝干增粗的阶段。如果是放养增粗的树桩，不要动剪。像这个朴树，已经完成整个主干的蓄养，把它裁剪到位。完成前3个阶段对主干的定植，接下来的重点对粗枝进行培育。这个只是主干的末端，对节顶的培育要放在最后。树桩培育不要动手就蓄养节顶。树桩的顶有生长优势，不愁它不长，而是要对它的生长加以控制，调节整个养分的供需，加快下端枝条的生长。这个靠节补根经历了整个生长期，已经完全形成愈合。把加固的理线去掉。这里有个小提示：补枝后像这样产生线丝，或补枝枝条出现明显的增粗迹象，就是已经开始形成了愈合。补枝形成愈合，不要过早的把胶带拆掉，或者是把枝干剪掉。枝条在生长中可以继续增粗树根，形成完整的愈合面。在整个树桩培育中，对树根的培育是最关键的。根盘不好，即使树桩成型，造型上也没有多大的意义。对这个树桩进行第4次定植，依据主干的变化，留下造型的枝条。朴树萌发能力强，长出来的新枝条要及时把它剪掉。盆景造什么样的型，必须有一副好的骨架做支撑。主干与主枝有一个恰如其分的比例。对粗枝的培育与主干的培育方法是一样的，定好粗枝，要对枝条进行放养，等粗枝第1季粗度基本达到，再动手修剪。老铁们应该看出来了，这个树桩的培育从头到尾没有进行攀杂，培育之初进行攀杂，影响枝干的增粗，也有可能扎出一个鸡肋。从春季到秋末拍这个视频，只是为了说明盆景树桩培育过程中的一个成型规律。不同树桩的生长习性不同，培育的时间有长短，但这个培育的规律是基本一样的。像这种大结口，愈合需要更长的时间，在保湿的状态下，愈合形成会更快。不要过早的把它拆掉，这就是规律。这个朴树还需要2至3年的时间对粗枝进行培育，从1季出枝到枝托的形成，造型的形式会发生很多变化。基本不变的是主干，变法是这些粗枝所形成的树势和造型在视觉上所产生的动感。我是三秋龙茶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见。